大家好，晚上好，晚上好呀。稍等一下，打问号干什么？哇哦，我现在心好累啊，家人们，给我整的心累了。本来我在想，我今天本来其实有点不想直播了，但是不行，还是开播了。给我整心累了。你好，又去医院了，又把你好送去医院了。心累的时候吃个士力架就好，好不了一点。对，他又吃沙了，是的，是的，越来越可爱了，谢谢谢谢花花。我真的就是今天本来其实应该是很普通的一天，特别普通的一天，就是也没有说心情好或者心情不好，反正就是特别普通的一天。直到我回到家，排练完回到家，发现家里面那个，你们知道那个美团外卖的那个袋子，你们知道吧？直到我发现美团外卖的那个袋子上面沾满了他的口水，这么长这么大一块的上面的布都不见了的时候，然后我一下就本来今天其实就是很普通的一天，然后本来也就没什么好事发生，也没什么坏事发生，很普通很普通。对，然后就又给他带去医院了，然后不知道，就是因为他不是刚开过刀嘛，然后又不能再给他开刀，然后就是现在就给他，现在他在医院里面，然后给他说今天晚上给他用了一个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着，什么被出现症状了吗？还没有，但是我怕他出现症状就晚了。因为如果他出现症状的话，就证明他堵在肠子里面的，那就必须得开刀。然后就给他带去医院，就是弄了一个，因为他那个先打的 B 超，但是因为那个沙太软了，就是你们知道美团外卖那个袋子的那个沙嘛，它不是很软吗？然后那个 B 超它拍不出来，对，发现的早，他可能刚吃进去，还没到肠子里面，然后就带他，就是晚上就赶快带他去拍个片，但是因为那个沙太软了，然后他看不见，然后医生就说因为就说现在也不好先给他打麻醉，对对对，仿制布袋，然后又不能给他打麻醉，然后就是因为打麻醉，那么他要拿那个内窥镜，然后直接取出来嘛，但是他不确定现在在不在里面，怕的就是万一他用内窥镜看进去了，然后结果发现没有，就是可能已经到肠子里面了，怎么样？没有的话就白麻醉了，因为麻醉打多也不好嘛。然后医生就说，就给他用了一个那个什么，就是反正让他的那个肠道变清楚的一种液体啊。他说那个液体可以拉出来，然后呢，就今天就给他用了那个液体，就先看一下什么情况。就如果是实在就是到肠子里面去了拉不出来的话，有点叫什么背什么来着，我忘了叫背什么。然后说，如果明天能顺利的把那个液体拉出来，然后呢，今天晚上拍了片，又确定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的话，就明天就给他带回来了。就是万一如果是堵在肠子里面的话，就还是得开刀拿出来。所以我这今天被这么，对，备餐，对，就是备餐，对，备餐，哎是有个备什么的，我看叫什么，等一下我看一下，然后反正我就被搞得心好累啊。其实本来今天都没啥事儿啊，就是很普通的一天，普普通通，晕晕长长的一天。叫什么？对，就叫备餐，就是备餐，备餐。广州怎么办？那就只能让人过去帮我看着喽。能有什么办法呢？让我妈或者让我爸或者让谁喽？没办法呀。那如果要这个东西我没办法，没办法。所以我今天心很累，我现在真的好心累啊。就是明明也没干啥啊，但就是心累，就心很累。然后回来的时候就在想要不要直播，但是
但是吧，我一想不行，我这周因为周末周天，下周一也播不了，所以这周还是能全勤就全勤吧，还是开了个播。但是今天肯定悲惨悲惨，谢谢夸夸，谢谢。对，太让人操心了，太让人操心了，一样心累，你心累一天了，就人真的会在某一个瞬间，他特别就是怎么说呢，就明明也没有经历什么，就可能就突然一个小小的噩耗，然后就会让你变得很心累。就比如说我，就是一瞬间心就累了哈，就很累。00瑞最前头，周一有活动，周一没有，周末有，是因为周六周天在广州有活动，然后广州的活动到很晚，广州的活动2天好像都是到晚上12点多才结束，没办法当天回来，所以就周一回来。周一是晚上的飞机，几点来着？那可能应该是赶不上直播，好像9点多到还是几点钟忘了。00日常加班，他没有，就给我整，反正就是我希望他能拉出来吧，这个真，关键是我把家里面能藏的我都藏起来了，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薅的外卖袋子出来，我都不知道他从哪儿出来的，反正就明明我走之前绝对没有这个东西，但是回来之后发现他在那儿。也幸好发现的早，因为我发现的时候，在上面我摸了一下，上面还有口水，还没干呢都，就刚啃，然后它还在那个边上在舔嘴巴呢。我回来的时候，鼻音重，今天稍微小小的有点心累，还有5天会就过期了。好。还有5天的时间，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讲的吗？或者想跟后要听和大家讲的话可以讲。对啊，猫要开刀，过于聪明会把自己玩死。谢谢白天的灯牌，我都不知道他从哪儿薅出来的。然后我还得就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还得感谢他在发情。为什么？因为他发情的时候，就是要么在睡觉，然后要么就是在我身边待着嘛。然后他很少去，就是去捣乱什么的。然后有一天晚上，就前2天的事情，我把我房间，因为我只是锁了，就是把那个我1层的，就是下面那一层的衣柜给它安上那个锁了，但是我上面那一层，就是大概在这个位置呢，就是我站起来这个位置，可能差不多1米的位置，90米1米的左右，然后有那个衣柜嘛，然后我没有给它上那个锁，然后那天晚上我刚从衣柜里面拿了衣服，我把衣柜关好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我下播的时候，我发现衣服在地上，就是有一件全是纱的衣服在地上，然后我一看我就知道，是正好刨出来的，就是正好他把那个。我都不知道正好他是跳起来扒的还是怎么着，他把上面那个门扒开了，然后那件带纱的衣服他就在完完整整的在地上，但是当时因为你好他在发情，然后呢他就在外面嘛，没有进去，不然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那个纱是那种带亮晶晶的纱，还不是纯的纱。像今天这个的话，它是那个美团外卖那个袋子，它是那个无纺布，很软，就是软的话可能还好吧，就。希望他还好吗？希望他能拉出来啊！就今天留院观察1个晚上，然后就是你知道吧？就是刚刚排练完，我都还没有出那个舞蹈室，然后我就突然觉得，我说今天过得好不得劲儿啊！就心里面突然一想，就觉得今天感觉不是很得劲儿，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坏事发生。我想算了，那估计是因为排练了很累，然后一到家就。然后又马上带他去医院，马不停蹄的又往医院里面赶。我天哪！因为我怕去晚了，他就到胃里面去了。真的，我还没有出舞蹈室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今天好累啊，感觉也不是很得劲儿。谢谢一路活在闪电的某人，是你的星光闪耀，可能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天啊，就觉得今天心情也一般，就这种感觉。复盘了一下，就练完舞复盘了一下。谢谢某人的爱你哦，谢谢某人的墨镜。你还要再续啊？真的吗？那你快续吧，你什么时候续呀？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给你敲锣了。白心疼我了，为什么白心疼我了？你说
你说是因为猫要开刀，我不太开刀，所以你白心疼我了。我开刀你就只心疼我吗？啊，就只是心疼我一下吗？噩耗在路上，谢谢鲨鱼辣椒的关注。对，我是长头发，我是长头发，也没有越来越成熟，只是我也可以打扮成这个样子了。那心疼两下，就真的人会在某一瞬间突然心累啊，真的很心累。就明明也没有干啥，你要问我真干啥事，就是真出啥事儿了，好像也没有，也就是猫又进医院了，但是就让人心累，就是很心累。来，欢迎我们的小猪继续留在我们的会员大家庭。来，我那个锤锤还没找到啊，给你用这个坚书坚持，先敲着啊。来，玲玲哥哥，2楼有请会员一位华丽登场。我还以为你有什么话，你说你会员还有5天了，我以为你还有什么话想跟会员群的家人们或者想跟我交代的，没想到是还要续1个月啊！没想到啊！谢谢小猪啊，感谢小猪的支持。来，哎，这个声音好像好听一点，我都不知道那锤在哪儿。来，功德啊！今天功德圆满，希望你在今天到明天到1个月到未来到1年到10年到久了我不敢保证，希望你10年之内无病无灾无忧无虑啊，健健康康平安顺遂就好了。最大的感慨，心累的时候感慨。哎呀，谢谢我们不羁的大枸杞，谢谢宝宝跑车，我天哪！枸杞宝宝喝枸杞记得要加红枣哦。谢谢我们不羁的大枸杞啊，谢谢宝宝的跑车，祝我们宝宝平安顺遂啊，所愿皆得。真的，心累时候的最大的祝福就是希望大家所愿皆得，平安顺遂就已经很够了，很好了。我继续敲着，谢谢玲玲哥哥的鲜花，谢谢玲玲哥哥，跟你上楼你背他上去啊，来1楼，我是不是应该去背个那个词儿啊？就是1楼怎么住什么，2楼住什么，然后直到一直背上10楼。对，我要回去背一下这个，等我下播之后去找一找啊。谢谢我们不羁的大枸杞啊，感谢宝宝的跑车。我天哪，今天是跑着街上班的一天，这叫天有不测风云会好的。说得好。哎，还好连休3天，枸杞红枣党参大补。哇，还加党参啊？那你不能天天喝，那太补了。枸杞可以天天喝，但是党参不能天天喝。枸杞红枣可以，党参不行啊，你可以枸枣加红旗，什么红旗？枸杞红旗，枸枣红旗。你可以枸杞加红枣加那个山楂，可以一起泡。枸枣红旗。谢谢你的喜欢啊，谢谢。枸枣加红旗。今天要跳吗？我们1万点赞跳。因为今天是我后面灯没开，然后所以我们今天是半身的，可以给大家跳2个半身的舞啊。一会儿把1万点赞给大家跳，给大家来个半身的舞。枸枣加红旗。哎，我觉得这个名字不错，这个名字挺好的啊，枸枣加红旗，这个名字不错，特别的不羁。很不羁。弄一锅10边大补汤，那太补了。那喝一次，感觉自己能精神1个月呢。欢迎亲亲摸摸抱抱啊！谢谢夸好看啊，谢谢宝宝。没有，就是半身瘦这么多，我就也还好，我最近没瘦，宝宝。我最近吃的比较多，也没瘦，感觉有点胖了，有点100了。开始聊的补品，你鼻血都要下来了。那会显得我非常的那个什么，都不是我让你流鼻血，是我们直播间的补品让你流鼻血。
这会显得我非常呆啊。虽然我今天也确实也让大家流不了鼻血，因为我今天穿的很厚，穿的很厚实。晚上好，晚上好啊，跳个 nobody 吧。然后传出去，你看我的直播流鼻血，那你也不是因为我流鼻血啊，脸都瘦出筋了，你哪里看出来我脸上有筋的呀？我哪根儿是脸上的筋啊？你说说看啊，你说出来看看，我筋在哪儿？主播哪里人？主播是川渝地区的人，谢谢你的喜欢啊，谢谢宝宝。今天就灯比较暗啊，家人们，因为我是做播的话，后面的灯我就没开啊，一般的话做播是这样子。来吧，我们来个 low body 啊 ，low body。我什么时候去广州？我周六早上去广州，然后周六周天在广州的活动啊。谢谢战鹰小白子的灯牌。哎。好，今天不跳舞是对的，因为真的心累的时候跳了也不得劲儿。行，那我继续坐下了。妆不好看，好的，好的，宝宝，那你去看你喜欢的，好吧？谢谢夸夸美啊，谢谢宝宝。天哪！心累是只想躺平，不是很想动，就不想动，就真的不想动。我耳朵为什么这么红？谁在骂我？别骂我，不可以骂我哦。坐着近距离看我，好的，宝宝。我的梳子呢？我得梳我的刘海。哦，这里。完了，楼下不会找上门了吧？我的那个什么掉地上了。欢迎大家，晚上好。楼下掉，我今天在单位躺了一天，不给劲。我反正就是对，就是不得劲。楼下娘娘要睡不着了，楼下娘娘一阵惊醒，可能睡着了，然后被这声动静给吵醒了。谢谢夸夸，谢谢宝宝夸夸美啊，谢谢宝宝。谢谢铁兵，谢谢铁兵的灯牌啊，谢谢宝宝，欢迎大家，晚上好。哎呀，我想把这个刘海给它搓一搓。其实本来想扎双马尾的，就是本来是打算扎个双马尾，但是就是不想加了。那个形象小人改不过来吗？我还没改呢。我想的是说，因为今天本来就比昨天早，今天回家才6点钟。我想说6点的话回来再弄嘛，我没有想的，就是对我本来想的是回来弄，对，你们也知道回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了，然后我也没弄。那是时间啊，6点钟回来，而且又是高峰期，我在家打车过去，到了差不多就7点半了，然后7点半又弄那儿，然后就马上回来啊，对，然后又赶直播，就基本上也什么也没干，就完全跑路上了。我也没有想，因为真的就是心累了，然后就
谢谢老虎头的小心心啊，谢谢老虎头。所以我今天其实我本来真的不是很想播了，现在希望明天没事儿。对，他能照出来，但是那个医生说，因为差不多到那个就是他喂的那个备餐，因为他是会拉出来的嘛。他说如果明天能正常把那个备餐拉出来，就是你明天差不多明天下午就已经到屁股那里了。就是如果是也能照，然后呢如果也能拉出来就没问题，就说明那个东西能拉出来。这种来回感会有一种无力感，我不是在那个时候觉得无力的，我是在送你好去医院的路上就突然的心累了，就是一瞬间的心累，又乱吃了。对，还没好呢，那才一个多月，就又去医院了，我真是服了。欢迎我们不羁的大枸杞。然后真的我那一刻真的，关键是这事儿吧。今天下午我爸还给我打了个电话，不是今天下午，就是差不多，我排练完的时候，然后我爸就给我打电话嘛，就说让我回家，因为我好久没回家了，我大概有1个多月没回家了嘛，因为不是很忙嘛，没回家，然后我爸给我打电话，意思就是说想让我回家吃个饭啊什么的，然后就聊到去年的事情，我就跟他说，我说我12月份过得也不怎么好，我就跟他讲为什么，我就跟他就不是当时就是带你好去那个医院嘛，然后什么时候回家？我下周3回家，下周3，然后因为我这要去广州，我这2天来不及，我这2天搞不赢，没时间。然后我爸就问我，他说花了多少钱？就是一共就是这一次那个你好，上次你好看病，我都没给他说，因为其实差不多大概花了有1个 W， 差不多比1个 W 还多点，因为他后面还有猫粮还有罐头那些嘛。我跟他说的是只算了当时的手术费和那个住院费，就是当时那几天的费用，我跟他说7、8千。我爸说，他说你还好吧？他说你没事吧？就意思就是这个哈，但是他说肯定不是这么说话嘛，因为他说的是四川话哈，就是这个意思就意思他觉得这个东西不值当，为了一只猫，然后你去花7、8千块钱，然后去把割荒了，有什么割让你回家一会儿的，然后就是不值得花7、8千去医治一只小猫，就这种感觉哈。因为我爸他其实不是很搞得懂为什么要养猫，为什么要养狗，他不是很懂。对。然后他那个时候就稍微就是有一点那种，也没有说教育吧，就是会有那种你知道吧，就是父母对自己的那种苦口婆心的那种感觉哈。然后因为我当时在地铁上嘛，然后我说就有一种想叹气的感觉。好，然后这口气儿我还因为今天打电话打了很久，我跟我爸一路上都在打电话，打到楼下了。我说我到家了，我说我先回去了，我说一会儿再说。然后我就在那个回家的时候，在那个电梯里面，然后我就在思索，我就在思考这些事儿，因为我还跟我爸说了就是楼下的事儿嘛，然后跟他说我过年之后完了我又要搬家什么的，反正就是把这些事情都跟他说了一遍。然后我在电梯里面，我就开始我就在电梯里面叹了一口，直到我开门进到家里面，发现地上的外卖袋子，并且发现了外卖袋子旁边正在舔嘴的小猫。然后那一刻我真的天塌了，真的就那一刻突然就好累，就那一刻突然就觉得好累。谢谢小孩子要长大，谢谢宝宝的灯牌。就其实你要说单独这些事情拎着吧，真的他也还好啦，真的也还好啦。谢谢正当时啊，谢谢宝宝的关注。我也不知道就怎么了，反正就突然就很累。谢谢宝宝，欢迎大家，晚上好。又吃沙了，对，吃沙了，到现在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馋沙。我觉得他是就是那种一时屁，他是一时屁。我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我不是把那个我的头饰，就是包括就是那种带纱的头饰也好，然后就是那种配饰嘛，然后我都给他拿那个小箱子，就是拿了一个纸箱给他放起来了，然后上面垒了非常多的包，然后垒了非常多的东西在上面，意思就是反正就是不让他去翻。然后呢，有一天我不小心让他进了我的房间，
不跟父母监视，那个孩子不是傻呀？然后我发现他在翻，他就是把整个猫身都已经，就只剩那个屁股在那个纸箱外面，那个头都已经伸进去了，在里面找沙。就是他，我就算藏好了，他也会自己找。他不是那种就是看到外面有沙，他可能才会去吃，他是那种会主动去找着吃的，你知道吧？就还不一样，这还不一样。我就在想，他是不是身体里面缺什么元素啊？那所以他在乱吃。但是你说吃啥能缺啥呀？我问医生，医生也不知道，就说也没有这种就是缺什么的说法。就说你如果真的想知道，就只能给他做一次全面的体检，然后看看他到底缺不缺啥。我说算了，那大可不必了，先把这儿过了再说吧。毕竟他狱都还没绝呢，指了这么一大堆事儿，然后回头发现连狱还没绝，我天哪！谢谢楚哥无奈啊，谢谢宝宝的灯牌。然后对，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然后就对，说完了。这说明养成习惯了，有点缺锌是吗？对，德文小猫就是容易异食癖，德文小猫就是有异食癖，这个跟品种有关系，它跟它缺什么倒没啥有关系，都不是养成习惯了，就是天生的，就像有些人对吧，就是天赋嘛，对，这就是他们的天赋，只是他们的天赋在异食癖上。谢谢2888，谢谢宝宝的灯牌。然后我好像有点感冒了。就是嗓子有点不舒服，哎，希望我不要就是到周5就好了吧，因为我周6得去广州，唱歌啊，我这嗓子你争点气吧，求求你了。那我以后怎么办？这才刚过1个月，以后就真的一点沙都不能让他看见呗，就那种外卖袋子就别拿进家了，点了外卖直接把我东西一拿就往门口一丢，先把袋子扔了再说。好的，2888。我觉得我有点感冒了，吃点维 C 好。对啊，我都就是不能给他看见了。还有一个会帮凶的，你知道吧？我天哪，吃药了吗？还没有。我因为我今天起床，我就因为今天比较早，今天2点多就去排练了，我12点多就起来了。然后我起了之后就直接出门了，就吃了个小蛋糕我就出门了。然后到今天排练的时候，我就觉得嗓子有点不舒服，就是堵得慌，跟那种感冒一样堵得慌。然后我就想说，一会儿回家吃个药去。我到现在药也没吃上呢。你好，跟宫百万一样。什么？你好，跟宫百万哪里一样？哪里一样在哪里？干嘛哈哈哈？啥时候介绍姐夫认识一下？我这姐夫哪儿呢？哪儿有姐夫？给我也认认呗。谢谢朝哥孤夜啊，谢谢宝宝的灯牌。天冷容易感冒，我是因为这2天生理期真的非常容易生病，就是因为抵抗力不太好。唉，再加上可能我有点感冒，然后我就100多个姐夫。说得好，然后就真的一瞬间就很心累。谢谢肥仔提了，谢谢宝宝的灯牌。好了，不跟你们传递负能量了，已经到完了。说六姐在吗？我们奶包不在直播间，我还说跟奶包说一说什么歌呢，他已经走了。嗨，你看吧，不跟他说他就走了，他就不理我了，他就走了。你在啊？你在哪儿呢？怎么榜上无名呢？干嘛榜上无名啊？都是小事。说得好。我没有要下，我只是讲我说完了，就不说这个话题了。榜上无名，谢谢奶包的冬雪之爱啊，谢谢奶包，还是无名，你干嘛？你隐身了？没有，有名了。那跟个是看不见你吗？那能怪我喽？
那就是没看见嘛，没看见就是没看见嘛。我只会讲真话了。该跳舞了，之后只要不是榜一都是不要诽谤我，怎么阿哥你向着奶包呢？怎么我说奶包你开始诽谤我了呢？我可没说什么，除了榜一都是无名啊。来，你让他开个直播，我现在给你刷。你开奶包，你现在开直播，我给你刷。那我给你刷。我们来跳一个，哎，有没有什么让人开心的舞蹈啊？真的，我感觉我嗓子不得劲儿。你说的你不是那人，吃大你的口袋。谢谢自律使我快乐啊！谢谢宝宝灯牌，坐着吧。哎呀，但是一直坐着吧，真的一直坐着吗？上次让他开他就不开，日式开一下吧。你从90年就开始看我，真的吗？真的吗？那你是带着记忆出生的，那你现在一定很成功吧？毕竟你都带着记忆出生了。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年入100亿了？你来我直播间，只是马上就要给我刷一组嘉年华了啊！跟我说你从90年开始看我，让我回忆起你这个人，然后你就会给我刷一组嘉年华，是不是？谢谢，不是老灯中的中灯啊，谢谢你夸夸。我说的对不对？还从90年开始看我的。我也果然可爱的性感面前一文不值。我今天也不性感啊，我到今天也不是很可爱，但我今天也不性感。心累可比身体累得多。对，是。关键是我今天身体也挺累的，因为今天练舞了，今天排练了，我一直从2点多练到了5点多，3个小时。然后又再赶回家，的时候跟我爸爸打了个电话，你知道的，很久没跟父母打电话了，一打就是唠叨，又是什么呢？又是说工作的啊，又是说谈恋爱的，又是说结婚的，又是说生小孩的，又说退休的，然后又是什么各乱七八糟的事情吧，反正都得说。就是久了不跟父母打电话，一打电话嘛，确实就是说这种事情。哎，然后哎，这是一连接一连的。坐着吧，不差这一回，有道理。反正我今天本来也不打算播的，有道理。那你现在还好啊？你现在至少稳定了对象啊，这个方面你是稳定了吧？对吧？我爸的意思就是说，哎，你现在为了你的事业啊打拼努力是对的，没有问题。但是人生啊，只有这一次，人生的路你都得走啊。就是你也要需要去体验一下恋爱，要体验一下结婚。不管你最后你结婚的这个对象，你们以后会不会离婚啊，会不会有小孩，那是后话了。但是这是人生必须经历的事情啊，你应该去经历一下啊。你不能说你光为了事业，然后就把你的人生就是这么搓磨了，意思就这个意思。然后就叭一直在说。谁说的？我爸说的呀，我爸说的。何必？我爸意思就是说，人生走一遭，不管幸没幸福，但是你得体验。意思就是说，人生里面的酸甜苦辣你都得去尝试，你不能说完全不尝试，就这个意思。我今天无论我跟他说什么话题，他最后都能扯上，最后都能扯回来。我跟你说，就很神奇，你知道吗？我跟他说我养猫，他说你养猫，你还不如以后养个小孩。我说对，你说的对。他说你为什么要养猫呢？你说你有这个钱啊，存下来以后生个小孩养着玩不好吗？我说好，你说的对，你说的对。我是家里的独女嘛，对，我是独生女啊，我独生女，我只有一个表姐和一个堂哥。我家里人际关系非常简单，而且跟他们其实平时来往也不是很多，就是可能逢年过节或者有点什么事情，然后大家再聚在一起，很少见面啊。现在，反正我们家是就是独生女唯一的好处大概就是过年不用发红包吧，不用怎么发红包，就是下面小辈儿挺少的，
有亲戚的小辈，但是那种关系还不足以让我封个大红包，可能就是封个什么200、400就可以了那种关系，就是很少有那种非常亲的那种亲戚家的那种关系需要我去包大红包。目前暂时没有哈，再过几年说不定有，但是现在暂时没有。谢谢雪夜的11个为我闪耀，谢谢雪夜。不结婚不用发红包吧？要的，有小孩就是有小辈儿，就比如说我有一个哥哥，就是远房，我都不知道，我跟他好像有点血缘关系，但不多，应该是有那么一点，就是比较远的那种哥哥。但是以前反正逢年过节的时候聚在一起，他也会给我发红包。然后他现在有小孩了，那如果是见面的话，我肯定也会给他小孩包红包啊，这是礼貌吧，算是，还是得包啊。就这种关系还是得包红包，但只是说不是太近的话，可能就不用包很多吧，就不用什么一个红包就得包1000、2000这种，不至于。大舅哥还没结婚吗？大舅哥没结婚，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谈恋爱，都不知道。我们家里人没有人知道，他爸妈都不知道，更别说我了，我更不可能知道。看上大舅哥了，哎，我真的觉得我堂哥长得有点像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在那个腾讯那个喜剧综艺叫什么来着？就是真的很像。哎，那个人叫啥呀？就是那个谁的男朋友来着？那个，哎呀妈呀，我突然想不起名字了。哎，过年蹲在家里不用走亲戚。腾讯，对，不是土豆，土豆是那个不是那个什么，不是1年1度喜剧大会啊，是那个谁？等一下，我查一下啊。叫什么来着？就是腾讯自制的喜剧综艺，不是刘洋，不是爱奇艺，就是腾讯旗下。当时1年1度喜剧大会还没有在还没有落到腾讯那边。不是刘洋，我堂哥长得也不像刘洋，那是谁来着？我应该怎么说？哦，锤娜丽莎的男朋友。哎，对，锤娜丽莎的男朋友，想起来了，锤娜丽莎，你知道吧？锤娜丽莎的男朋友叫什么来着？突然把人名字忘了。哦，李川，对，李川，真的，我觉得跟我堂哥长得很像啊。我每次看到李川，我就觉得跟我堂哥好像。不是，他比我堂哥瘦，我堂哥脸比他胖一点，比他胖很多。但是我每次看到他，我就觉得跟我堂哥好像。谢谢王彤彤的灯牌啊，谢谢，欢迎宫宝啊，晚上好，谢谢宫宝的10个为我闪耀。我感觉我今天讲话有点费力，讲话有点，就是有点用力，锤娜丽莎，你们不知道锤娜丽莎吗？大舅哥现在也不直播的，去年解散了，我都不知道他现在干啥了。谢谢 Kevin 哥的11个星光闪耀。本来我们见的也不多，因为他过年他也不回来，有的时候他也不回来，去年过年就没回来。给学习我说话了，每一日记都带语音啊？真的假的？咋了？怎么了？没有，就是今天突然有点心累，刚刚跟大家分享完，然后我可能是有点感冒，然后说话有一点费力，就是嗓子有点不舒服，就感觉说话需要使点劲儿才能说出来的那种感觉。喝点水顺，我没烧热水，没来得及烧，我这里就昨天的水放在这儿了。可以让 AI 学说话，真的假的？对啊，我今天其实本来都就是垂死挣扎，在那个就是在化妆之前垂死挣扎，我在化妆间坐了10分钟，考虑今天要不要直播，最后还是垂死挣扎起来给大家播一播，因为这周周六周天也播不了。这发型适合短剧，真的假的？
谢谢苏大老婆的为我闪耀，谢谢苏大老婆。其实可以躺着播，说得好。然后他冷不丁说话，怎么跟我声音像吗？还是就是模仿我的声音的那种啊？谢谢起个名好难啊！谢谢宝宝点赞，你们空了可以去看看李川，我感觉真的跟我堂哥有点像。谢谢友友的灯牌，就是我每次冷不丁刷到，因为他们不是参加那个综艺嘛，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切片，冷不丁刷到我会愣一下，我会觉得很像我哥啊，声音一样。那是我鼻音重的时候的声音，还是我鼻音不重时候的声音？我今天鼻音有点重，是有点感冒了，说话有点费力啊，好费力的感觉，就是会感觉我自己在使劲儿讲话，就可能跟平时声音差不多，但我自己会比平时用的劲儿更多一点，就气儿不太顺。那你之前 copy 过的九童子，真的假的？平时的啊？怎么了，宝宝？晚上好。有一年，既感觉凉。我今天不能早点下，对，我今天要早点下，因为我刚才化妆时候很困，我感觉我都要睡着了，但是我都画一半了，我总不能就卸了吧，不太好。希望你好平安，欢迎猪猪，晚上好，猪猪宝贝。我看是不是发消息了？是不是医院发消息了？让我看一眼，没有。给你们看现在的你好，我还没有看这个视频，一会儿上灯牌就吃。梦见请你吃火锅，真假的？他现在在医院里面，就这样的趴在那儿，缩在边边上。好可怜啊，看着他现在只有4斤6两，这小猫现在只有4斤6两。宝宝怎么了？宝宝他又乱吃东西的宝宝，啃杀了，又乱吃东西了。说到这个事情就先叹一口气，真的，今天一切心累的起都是因为他。你说要是因为别的事情我就算了，关键是因为头一种事情啊，怎么可能是没喂饱才乱吃啊？不可能，不能啊！叹气啊，哼，我气往上叹，不要往下叹，哼。往上探，哎呀，阿哥，你要相信所有的事情它都有两面性啊！谢谢玲玲哥哥的惊喜礼盒啊！谢谢玲玲哥哥，就是你不管养不养宠物，反正你总要干别的事情，你干的别的事情它都有两面性，都总有一天这件事情它就是只要是你发生在你就是只要是围绕在你身边的事情啊，它都有两面性的，就。它可能让你开心，它也可能让你难过，啊，都是这样子的，没有例外吧？事情没有例外。我觉得养宠物就是，但跟你肯定要权衡，就是你到底能不能受得了，或者是能不能接受啊？你要是不能接受，那你别养；你要是想通了养了，那你就要坚持，是吧？就不能弃养啊。我今天还在跟我爸抬杠呢，等下跟你们讲我怎么跟他抬杠。估计经过了这个，他上次就是这么说的，上次他做完手术之后就是这么说的。我跟你说，我第一天接回家，就是上次做完手术的时候，我第一天把他接回家，我就把我的裙撑举到他面前，他闻了2下，开啃，然后我就打他，然后我得空了，我就拿我的那个杀的东西拿出来，但是他还是要吃，但是我会打他，但是。他很聪明，就是我现在看到他的时候，他可能不会吃，但是我只要不在家或者看不到的地方，他有可能就吃下去了。我又不可能24小时跟着他呀。感觉我会打喷嚏了，这叹气有的不能往下叹，往上叹，因为你叹气就是叹气的时候是整个气是往下的，就是你的运气可能会被往下叹。但是你只要往上这样叹气的话，那你叹的运气它可能会给你接住啊，继续掉在你头上。
今天我也是黑白配色，对，今天我也是黑白配色。喜欢狗，接受不了天天遛。我当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养了猫。嗓子不舒服，让猫猫来。猫猫啊，猫猫，希望它一切安好。主打一个下次还敢。今天欲解封，我很郁吗，家人们，我今天还好吧？我今天这个美瞳没选对，这个睫毛也没太选对，就是到郁不郁的，我觉得还好，但是很困了，我也懒得换了。往上探还不是一样，气上去了还不是一样下来了？对呀，它上去了下来了就会落到你身上啊，你是往上探的呀，但是你往下探了，它就会直接掉到地上啊，你就接不住了啊。但是你往上探，你还能接住啊。我这个解释让我想到了不得了的画面，你说说什么不得了的画面？正好又要不认识你好，应该还好，因为只有1天。上次住院是住了好几天的嘛，就今天就其实可能差不多得1天。我明天排完练去接他，明天又是来回跑的1天。明天我得排练完，然后我明天7点过才排练完，7点钟排练完去接他，到那边医院8点多，然后8点多接他回来9点多，然后我又得急急忙忙化妆，然后赶直播。好的 ，smoke 有才是不是这个说法？你们就说我说的对不对？万一力气没拿捏好，用于过猛，岂不是也接住了？以后叹气点一个，往上探就往上探，气往上探，别往下探气，家人。气不能随便探啊，运气会探没掉的，好运都会没掉的。但是如果你实在忍不住想叹气，你就往上探。你想到了 smoke 吗？越探越旺，那挺好啊，那不挺好吗？我笑死了。我之前就是这样，一般我有的时候开玩笑就是这么探的，但是我是真遇到啥事儿了，我叹气肯定也就直接探了。但是探完了，我反应过来了，我可能会就比如说哈，我现在非常非常难过哈，遇到了一些事情非常难过，然后呢我探了一下，我可能过2秒反应过来，我会用手把它接住，然后做一个这样的动作，就是哎。然后这样，我真的会这样，我真的会有的时候会这样，但是会还是会有那种，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身体它其实就是会不自觉的想要叹气，但是它不是你任何情绪啊，那种倒无所谓。但就是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心累的时候想叹气，我有的时候叹了我就会给它接住啊，想起来的时候就会接一接。还是看我才会开心，那就多来看我，多常来看我，开心就常来。然后不行了，我感觉我说话好费劲啊，真的就感觉自己在使劲讲话。谢谢南瓜先生啊，谢谢宝宝点灯牌。怎么又有消息？医院发消息了吗？没有，不是借裙子的。常来，对呀，常来啊，常来啊。你的常来那不就是天天来吗？还不如停下来。你是觉得我不来吗？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你的常来不就是天天来吗？常，什么叫常？什么叫常？常是经常的常。什么叫经常？经常就是经常会干的事情。那万一你哪天上夜班，你要是不在呢？你要是不在呢？你说的好像你不上夜班一样，说的好像你每天都那个，就是每天都能看完我呢。你有的时候不是要上夜班吗？那不就是常来吗？又不是我每次直播你都在，不是，我不是说那个都在哈，我的意思是你还得上班呢，你总有听不到的时候对吧？你总有要去看回放的时候对吧？我说的没错吧？你算起来这一年基本上也是天天来，你就说你开不开心吧？上夜班也忙，对啊，但是你上完夜班，你总得去上班啊，你不能一直待在我这儿。我都对，欢迎我迪迦在东北啊！迪迦为什么去东北了？是去东北的小怪兽吗？你每天都在，但是就是不关注任性，没事的宝宝，多看我一会儿也挺好的。你要实在不行点关注，咱就不点，好吧？
但是呢，如果你给主播点关注、上个灯牌，主播会更开心。但是呢，你要是不点的话也没事儿啊，真心变不过。哦，今天还在跟我爹说这事儿呢，就是说直播这个东西嘛，就跟他聊。哦，对，我还没有跟你们讲我怎么跟他抬杠呢。就是他不是就是不理解我为什么会养猫嘛，他意思就是说养猫还不如养小孩嘛，我就杠他。我说现在会出现另一种情况，我说因为我现在直播，对吧？我现在这个工作就有的时候可能会整得非常不开心。我说我要是不开心的时候，我肯定会想找一个精神寄托，对吧？我说那你总不能想让我去养流浪猫吧？我说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可能如果我不养猫的话，我可能就是看到外面一只可怜的流浪猫，可能就捡回家了。我说我家里面可能现在就已经不止2只猫了。我说我家里面现在可能4、5、6只、7、8只都有可能。结果我爸说沉默了。谢谢下雨不愁的灯牌。我耳朵怎么红了？是这样子的，因为可能因为我现在有点费力，就是我讲话在用劲儿，可能就是嗓子不太顺气儿，就是有点用力，可能就会使劲儿的，就是头脑可能有点充血，然后就会红。你以为要发泄一下那啥？谢谢不随意指，谢谢关注。打孩子舍不得，训猫听不懂。哦，打你好不行，我可以打正好。就是怎么形容呢？就打个比方说，比如说要搬家了，然后但是搬得很远，2只猫可能都会应激的情况下，然后如何让他们不应激呢？我甚至都可以把正好打晕带走，但是你好不行。打晕了会记仇，但是正好不会记仇。我甚至我都可以给他打晕了直接带走。那你好不行。下播快点维 C 好。不行，我一定要给你们看一看。哎，我是昨天是昨天晚上，马上回个消息。我给你们看，我是前天晚上还是昨天晚上，就是我蹲在那儿。欢迎猪猪宝贝啊，晚上好。我蹲在那儿就是刷抖音，我蹲在那个厕所门口刷抖音，然后然后我一扭头，我看到正好的表情，等我一下。然后他就这么看着我，我在那个厕所门口，我真的是蹲在那儿，我不知道为什么蹲在那儿，可能就是想蹲了吧，然后我就蹲那儿，然后我一转头我就看到他这个表情，然后看着我，我真的是没忍住，我给他拍下来了。正好知道我这样说他嘛，他不知道，他记不住，他傻。为什么抖音要蹲在厕所门口刷？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是要去厕所干什么，反正就是进厕所。当时好像是要去厕所里面拿我的那个扎头发的皮筋儿，还是去拿梳子，我忘了。然后我走到一半，我突然就想刷抖音了，然后我就蹲下来，我站着刷了，看了一下手机，不得劲儿，然后我就蹲在那儿了。我蹲在那儿，我大概刷了3、4、5、6个视频，然后刷够了，我就在想，我说我要起来了，我说我要起来进去拿皮筋。然后我一转头，我就看到他这个表情，他就在这儿，然后这个表情把我看着，我真的没忍住，给他拍下来了，笑死我了。忘插链了，插个链。然后我前2天的吃饭，然后他就是现在正好吃饭，他会在我旁边。好方，家人们，正方形谁懂啊？谁懂？这双排，他不是这个表，他现在你看他这个表情，那跟那个表情不一样。刚才的这个表情还不是这个表情。刚刚那是这样的，不一样，不一样。发群里，一会儿下播发群里。哎呦，他真的，我现在手机里面没有他的好看的照片，就是1年之前啊，我应该给家人们看过啊，我给正好拍了一些好看的照片，现在完全啊，跟你们说一点好看的照片都没有了，全是丑的照片，
就是正好啊，你好当然还是有好看的照片，真的啊，我天哪，群头像是群头像哦，对，那差不多，那就是那他最好看的时候了。你大18变，说得好，银元宝笑死了，我这嗓子这，我下播维 C， 我有维 C 泡腾片可以吃泡腾片吗？人生中透露了迷茫，没有一点智慧的光芒。不行，我得擤个鼻涕，家人们，真没纸了。哎，我没有烧水，我没有水可以喝，我烧一个水啊。算了，先喝点凉的吧。哎，我没洗杯子，昨天喝的没洗。我不吃橙子就泡腾片，我这是感冒了。我吃橙子，但家里没有，一会儿下播应该也买不到了吧？不及时压制就会发出来。线下有新衣服吗？有，第一天是上台是公式服，是那个红色的那一套，然后是下台之后特点是私服的话我还没想好穿什么，然后第二天是那个就是我带蓝色那一套，就是这个，然后特点也是私服就是我自己的衣服，但我不知道我没想好穿啥，就是哪一套呢？等一下啊，等我打开我的大眼，我又上大眼了，又能看得到我上线了。这一套是这一套，就是第二天是这一套，大概妆造的话我可能会稍微复刻一下，但应该不会完全一样。这个。Hello， 玩吗？巅峰赛玩不玩？巅峰炸我玩不了，我今天玩不了。哦，没事，要是打不了的我们就算撸，没关系。好，拜拜拜拜。啊，你在呀，我还以为你走了呢。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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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私服就今天这个吧，穿这个吗？真的假的？要2天，1天穿这个，还有1天呢。换了几手机壳？我要打算再买一个上次那个喜欢的那手机壳，但那手机壳被我又摔了一个坑，我就给它换了。然后我打算再买一个，但我还没买，我要擦鼻涕，我忘了，让我擦个鼻涕先。就是特点对，我要擦鼻涕，干嘛喝水？特点的话，现在都是穿就是私服，这是自己的衣服啦。然后顺便喝口水。唉，要寄衣服往哪里寄啊 ？OK。你还以为你手机啊？一样的手机壳吗？我本来想买红色的，它没有红色，只有紫色，我就买了紫色的。哇，这紫也挺好看的。谢谢正好的灯牌。如果有红色就好了，但是没有。之前那个手机摔坏了，谢谢大家的灯牌。12点了吗？那我们今天早点下吧，我们今天播到12点半就下。谢谢 UD 的灯牌，谢谢小刘的11个星光闪耀。你觉得你的14
还能再撑2个，应该可以吧？哇塞，谢谢我们玲玲哥哥的新手过。怎么办？我今天有点激动不起来了呢。之前那个颜色好看。谢谢巴扎黑的灯牌，简易流程。那我们简易一下，不是很激动的起来。怎么就17级了呢？你怎么也对哈，天天来打卡哈，时常是挂满的，也对。恭喜我们的奶包啊，17级了。我不起来。哎，他也累了，他都没声了。谢谢我们的玲玲哥哥愿意继续守护我摇头。要止不住了，压抑不住了。哎，住手！变声器，它要自己飞出去了。住手！之前你就说了快17了。干嘛呀？我没管你啊。不然朕断档了。什么朕断档了？那天你的14在空中转了2圈，掉到了地上，然后嘞，什么事儿没有是吧？现在正好能连起来。说好的，我现在就要听笑话了，我现在就当听笑话了。这事儿要是放到之前，我可能还会高兴一下。然后现在奶包说这话，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了。啥事儿没有，就是你的钢化膜承受一切。还是我觉得苹果手机还是耐摔的。我为什么说这话？因为我真的是一个随时会摔手机。就是我的手机膜，我刚换了一张手机膜，但是这手机膜我不知道能撑几天，可能它就坏掉了。就是我的手机膜常年处于有裂的途中，不是裂就是在裂的途中，反正就是好的时间非常短暂。我就是经常摔手机，我还觉得它挺耐摔的，所以我必须得要手机壳。我要是不要手机壳就完蛋了。屏保好可爱，屏保是朱迪和胡尼克，然后他你知道吗？就是我看这个时间，我看不到准确的，我现在看不到准确的时间，因为被朱迪的耳朵挡住了。但是我现在习惯了，我第一天换这个屏保的时候我不是很习惯，然后后面我就习惯了，就是我现在已经习惯看个大概的时间，然后我也不用看它到底是几点零几分。谢谢三哥的11个为我闪耀啊，谢谢三哥。有没有兴趣搞钢化膜批发？这玩意儿批发来干啥呀？关键是你一张膜用几年？羡慕你们一张膜能用几年了？我顶多1个星期就会摔，就是一定会摔手机。它可能钢化膜不会坏，但是我反正平均3天一小摔，5天一大摔吧。因为有的时候，特别是要化妆啊或者什么的，然后我有的时候经常看完手机，我就会比如说放在我腿上，我就这样放在腿上。然后过了一会儿，我在化妆或者我在忙别的事情，我就忘了。然后这个时候我要比如说翘着2腿，然后突然要放脚，我一放，然后手机就掉了。然后还有的时候是我随便比如说放在桌上，放在我那个化妆包上，就这么放，可能有一点倾斜。然后这个时候有人发消息，还有的时候会震动，然后就掉下去了。我反正天天摔手机，我都已经摔习惯了。但是所以我一定得带壳。但是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任何一个手机是摔坏的，就是对，因为都有膜和那个壳，都没有一个手机是摔，就是正儿八经的被我自己摔坏了。谢谢11宝的50个星光闪耀，谢谢11宝。你上号几个屏？化妆不许看手机啊？为什么不许看手机？买 Apple Care 了吗？买了呀，买了，这下齐全了。什么齐全了？我买了呀，上次不是那个吗？带壳也没有红姐，还是能摔坏的。但是我倒是这种摔应该还好吧，就是可能没放稳，然后或者怎么样就摔下去了这种。我是为什么买 Apple Care？ 其实我买平板，就是买苹果的任何，比如说平板也好，手机也好，
我其实从来没有买过 Apple Care， 但是为什么我这次买 Apple Care 了呢？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说我去吃那个，想给你们拍那个冷锅串串，我不是想给你们拍照片吗？我当时不是说想给你们拍吗？然后我就因为我当时那个手机壳挺厚的，我当时是带的那个豹纹的那个豹纹那个手机壳，然后它挺厚的，然后我就这么拍，然后结果没拿稳，它不是就掉到锅里面去了嘛？然后就是当时是浸到这儿了，就是那个油都浸到这儿了，就是在那个锅里面，但是我眼疾手快，我给它捞起来了。然后后面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然后没隔多久，就是我回家，就是拿水冲给它弄干了，然后又拿着吹风吹，然后弄好了之后，我就去苹果店了，去苹果店买了个 Apple Care， 买了2年，因为已经过15天了。当时我买了已经有当时多久了？2个月了吧，反正买很久了。然后但是它过了那个15天之后，它就不能买1年了。然后我就一口气买了2年，所以我现在手机是有 Apple Care 的，但是我还是得带壳带补。因为是好像是，有些东西维修它还是要收费，它只是可能你太严重了，它可以直接给你换新。但是你像我这种摔吧，很难就是一次性就摔到位，就可能得摔很多次才能到位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还是带壳带那个膜。谢谢大家灯牌啊！还要10台，还有换过1次后盖了，到我这型号后盖要800，后盖嘛？哎，这个是什么贵来着？哎，他当时跟我说换什么要好几千来着。哦，对，好，哎，是后盖还是哪儿啊？我忘了。当时我去买 Apple Care 的时候，他跟我说哪儿坏了要换，要5、6千块钱来着，我忘了，我给忘了是哪儿了。反正这个手机有一个地方坏了，我要花5、6千，但我忘了是哪儿，不记得。屏幕贵掉到对，手机没坏啊，就是这手机现在用的上好了，也没事啊，没坏。谢谢阿哥的灯牌，它不是那种开水的火锅，可能它那个锅里面的温度大概有个50、60度，但是没有到开的程度，就是没有90度，它那是热的，它是煮好了端上来的那种。然后我还没开始吃，应该是刚端上来不久，因为我想给你们拍个照嘛，想分享在群里面。本来真的我只是想这样拍个照，就是在那个锅前面这样拍个照，然后分享到群里面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然后它就掉进去了，然后就导致了我现在吃饭就是手机要么就这样放桌上，要么就不玩手机。我现在在吃饭的时候刷手机，我都是这么刷的，就是放在桌上，然后一只手刷一只手吃，我都不会把它拿起来，我永远不会有这个动作。谢谢 C 档的灯牌。然后如果就是一定要拿起来，我会放下筷子，2只手拿起来，我都已经养成习惯了最近。明年考虑 iPhone 18吗？我明年应该不会换，我一般是隔代换，就是我其实没有习惯年年换新，但是虽然说年年换新，它确实是最那个什么嘞？怎么说嘞？最划算的做法，就是你苹果如果有的话，年年换新其实最划算的做法。但是我一般是隔代换，我上一个手机是15嘛，我不是换的17嘛，我一般是喜欢隔代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养成习惯了，因为我是从13换到15，然后现在又从15换到17。准备见一下半下，12点半。年年换其实就是租手机一样啊，你就是隔个2年，但它因为手机是要折旧的呀，就是给的那个钱其实差不多。因为我15当时折了多少啊？我15也没折多少钱，我15折了3000块钱，好像只折了3000。当时当时还比了价，当时在官网和那个转转回收，然后转当时要高一点，后面我就回收给转了，好像就3000多一点吧，就15。我当时买17的时候回收的嘛。然后这个手机是10999，然后就添了6000多块钱。那你想，我如果年年换新，也差不多，我年年换新我也得添2、3千块钱，不是也差不多嘛？这算起来是差不多的。你的14为什么还能卖2000多？那个火锅好吃吗？那不是火锅，那个叫油卤串串，冷锅串串，就是它是有点像那种冒菜，但是它是给你穿好的，像串串一样。
就是给你冒好了，相当于他在他那个大锅里面给你冒好了之后，然后单独给你装一锅，就是里面的锅全是串，有点像那个钵钵鸡，但是它是热的哈，热乎的，有点像冒菜，就是可能大概就是钵钵鸡串串冒菜的结合体，叫油卤串串，它就是一个锅端上来。然后呢，里面就是那种汤，就是那种红油汤，是热的那种。然后呢，里面是串，然后呢，你就是把串拿出来吃的那种。就油卤串串，冷锅串串也叫冷锅串串。我们就是我现在比较喜欢吃这种，因为比较方便，不用自己煮。就是因为很多东西我自己煮的话，我可能时间煮过了或者没煮熟。但是呢，那个就不用担心，直接吃就好了。然后也不用是去看着，还得一次一次去这样拿，又得放，又得煮，然后又得拿这种。谢谢人性报的灯牌啊！我这个人有的时候比较懒，但是如果是如果我自己一个人的话，我就会选择去吃这种稍微快捷一点的东西啊。但如果是跟朋友一起出去，或者是平时没事儿的话，还是想吃点精致的饭哈。但我平时的话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因为有磕碰，然后又维修哦，都扣钱，确实。油卤串串那不吃贵阳的，油卤串串是哪里的？我不知道油卤串串是哪里的，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我在成都啊，宝宝。油卤串串是贵州的吗？但是你维修的话，你没有开那个吧？没有，就是没有换电池什么的吧？反正没有换电池的话是可以，回收的话会回收高一点。14和15其实没差多少，主要我的话是因为我的那个电池也不太行，因为我之前用15的时候，那个时候换15的时候还在用手机直播，那个时候就是边插边充着电边直播，然后那个情况其实对于电池很不好嘛，会发烫，本来直播又会很烫，因为其实对手机损耗最大的就是因为非常过热。我说对电量的话，就是对电池的话，就是过热的话。非常过热的话会影响它的那个寿命嘛。我现在还好，我换了之后，我现在应该还是100%吧，可能容量的话，电池容量没看啊，应该还是100%。就是换了之后就是这儿换了之后不怎么用手机直播，不用手机直播的话就还好，平时只是拍点视频。但是夏天就不知道了，正夏天可能还是会很烫。谢谢 H 总的灯牌啊，谢谢 H 总。当然是我换了完了还没到夏天呢，还没经历过正儿八经的夏天。你还是喜欢看呆毛，那你可以等呆毛的时候再来啊，宝宝。婚假去成都练能吃辣了，我天哪！就婚假来成都练练就能吃辣了，那也很不错了。好冉冉是的，宝宝。修面容来着，面容那个本儿让你摔弯了，开了，那你应该卖不到2000多了吧？你是哪儿啊？你是转转回收吗？应该是转转吧，官网应该不能回收了，官网是拆了那个就不能回收了，那应该是二手平台吧。电池健康92，我这电池健康这个东西就是分人，分你用手机的频率，就真的是充电的频率和那个你使用的频率，就打游戏其实就除了正夏天在非常炎热的环境下打游戏，我就除了打游戏还有直播这种情况，还有拍视频这些如果都没有的话，其实能用很久，电池容量能用很久。我现在应该都没看，但是我现在如果一天我出去的时候，我只要不剪视频，不在外面剪视频，就是我一直刷抖音都会撑到回家。但是如果我一旦后期视频就不行，后期视频就不够用啊，可能到家可能就电量高级了。但是像我之前我没换手机之前，我就是出门必带充电宝，因为 B 不够用，每天必须得在路上充一次电。直播蛮少，对，因为直播它会发烫。直播必须得加散热器，必须得加，因为不管是冬天它也会烫，夏天更烫了。你别说夏天真的好烫，夏天大概播个10分钟就会很烫了。我上次不是那个兰州的活动嘛，我不是在兰州的时候不是开了直播嘛，那个场馆挺热的，当时播的也是手机很烫。兔脑壳有好吃的店给推荐吗？兔脑壳吗？就双流脑麻兔头，不会踩雷，至少不会踩雷。就是那个双流脑麻兔头，你说它有就是符合，就是它比较中和口味吧，就是它不会踩雷，至少不会踩雷，就是不会难吃到哪里去。它算是那种有中和味道吧，就是有那种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那种感觉，反正不会踩雷就是了。就如果你要来成都，你第一次想试试的话，
建议你可以去试试老妈兔头，因为有些东西我喜欢吃的，但不一定大家都能喜欢吃啊。就是有的人他可能不太能接受，因为成都吃的东西其实蛮多，因为有很多，然后呢，基本上每一个种类的吃的它都很多，就是不管是味道、口味啊，然后辣度啊，还有一些就是味道重与不重，它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对于一个菜来说的话，就对于一个吃的来说，所以如果是真的来成都旅游的话，成都土著推荐你去找苍蝇馆子，就是那种藏在那种小巷子里面，或者是居民楼里面的那种菜，那是真的很川味儿，很成都味儿。我确实承认，确实很成都，但是有很多人他不太能，就是不能吃辣，或者是有别的口味不能吃那么重，喜欢吃清淡一点的，他可能就不会觉得有多好吃。在这种情况下来说，你们就可以先去试试那种就是比较开连锁店的那种店，你们可以先去试试。如果觉得合适可以接受，挺好吃的，或者是你们想去尝尝，那你到时候再去尝那土著推荐的哈。但像这种兔头，虽然我觉得吃兔子很常见哈，但是好像这种事情只发生在川渝云贵就是川渝这边，就是对于大家这么小众的事情，建议还是先去试试双流老妈兔头，可以用散热器，散热器有声音啊，散热器有声音。我跟你说，我当时其实不是一直在用手机直播嘛，然后我当时还买了一个300块钱的散热器啊，因为我当时就想说手机直播不是很烫吗？然后我当时也没有想说这么快买相机了，我当时买了个300块钱散热器，但是300块钱的散热器它也有声音，就是我放在后面直播也能听得到那种散热器嗡嗡嗡的声音，我都不知道用手机直播，就是他们用手机直播的到底是怎么做到没有散热器声音的。然后后面就买相机了。然后就放在那儿一直没用，因为我平时也不怎么用手机打游戏了。插上充电器打游戏直播就不损耗电池了，但是会烫啊，会烫。不是说边充边玩就是这个动作它会损耗电池，是因为你边充边玩，它充的时候会发烫，然后你玩游戏直播它也会发烫，然后是因为烫会损耗电池。手机巨烫，然后换内衣就得放冬裤了。哎，放冬裤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手机，特别是我觉得夏天的手机真的就是你就算不玩它都会很烫，就你能够你真的能感受到它的存在感，特别是夏天穿那种短裤或者就是那种很薄的裤子，然后你放在那种裤兜里面，你都不用担心会掉，因为它存在感真的很强，它会感觉到它很烫。奥运好散热器推荐要用吗？暂时不用宝宝，因为我现在不用手机直播，不怎么用手机直播，就是偶尔播一下也还好，就对。谢谢此人相当称赞啊，谢谢你的小星星，越来越好看了，谢谢宝宝，谢谢宝宝花花。双流吃过好多家，感觉都一般吗？啊，成都人啊，成都人也100%相信我的推荐，真的假的？成都最好吃的肛肠科医院，到成都了，坚持记得你去洗吧，拜拜呀，小刘，晚安晚安。稍等一下，等我看看弹幕啊！我刚刚没看弹幕。现在用的是相机直播，相机啊，一直都用的是相机啊。但是会受不了啊，因为就像我去到北方旅游一样，我第一次去天津，不是跟你们说吗？上吐下泻的。你让我如果是我是北方人，我第一次来成都，我水土不服的情况下，我上吐下泻，你再让我吃辣的，你不是要我命吗？你让阿喵帮你寄过一次那个兔头，你觉得好吃吗？成都的话有一家那个兔头挺好吃的，王妈还是王婆来着？我看是王妈还是王婆？好久没吃了，有点搞忘了。王婆是老妈提花，那是王妈吗？王婆兔头，反正对，王婆，他们家是卖那个烤兔的，就是他们家那个王婆对王婆的那个烤兔挺好吃的，然后他们家也卖那个兔头，它兔头也挺好吃。你在吃里面那个辣椒。
上辈子肯定是个南方人，没听过什么叫舍命陪君子。成都的辣椒和花椒，我觉得贵州的好吃。就是辣椒的话，我比较喜欢吃贵州的，就是嚼辣椒，我会觉得贵州的辣椒比成都辣椒好吃。怎么给兔子拔毛？干嘛啦？兔兔这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兔兔了？反正你们下次要是再来成都，可以给你们推荐啊，可以给你们推荐成都好吃的。但我其实，我倒是有吃过很多苍蝇馆子，味道确实不错。就是比如说什么夫妻肺片啊，对，如果在成都，家人们可以去试试那个，我应该跟你讲过那个掰子肺片，我好久没吃了，我好想念那个味道。就是在那个府南河，在福字街，就是在那个太古里不远的地方，有一家掰子肺片。白子肺片就是白子的意思，就是瘸子的意思，就是那个店的那个老板创始人他是一个瘸子，然后他就叫掰子肺片，然后那个肺片味道真的很绝，很好吃啊。包括其实在成都有很多那种又便宜又好吃的，分量又比较大的那种家常菜的餐厅，有很多，但是比较难找。然后呢，它其实也跟大家常去的那些旅游的地方，它不太搭得上边儿，它都是在那种要么比较偏，要么就是周围也没什么玩的地方，就只是那家店。啊，等你们休息的时候去玩啊！欢迎来成都玩，到时候你还能顺便看看阿喵，顺便看看阿喵的现象。好吃的都是苍蝇店，悄悄的要不得。说得好，好，但是好吃的也不一定全是苍蝇馆子吧，只是说就是那种小店，它因为就是没有什么怎么说，就是没什么需要去营销，然后也不用营销，可能还是要吧，可能就是成本比较的少，他就可能把心思放在做吃的上面，可能会更有那个，而且那种不愿意扩店的，一般就是那种。有很多经验的，比如说那种中年人开的那种店，就是才会有那种苍蝇馆子，很少有年轻人去开苍蝇馆子的。但是现在有刻意去找那种苍蝇，就是营造自己是苍蝇馆子的那种店，现在有很多那种假冒的，因为发现大家都喜欢去吃苍蝇馆子之后，然后就有很多那种假冒的。还是得看好，但是看好其实没用，因为会营销啊，那还是得问本地人。其实去一个地方，如果你认识那个地方的人，那还是很不错的，就直接问一下哪里好吃，至少不会踩雷。晚上好啊，拉粉，晚上好，把你做成提花。成都是不是有个南浦馆？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很多小麦吧，但是我不知道南浦馆，我不知道。谢谢猫不吃醋青鱼啊，谢谢宝宝灯牌。悄悄去玩。有女仆有啊，女仆有，成都有啊，成都有，包有啊，女仆应该哪个城市都有吧？女仆店哪个城市应该都有吧？有点想睡觉了，好的，中华的羊，先晚安，我也一会儿要下播了。有你去成都差点被抓一起啊，女仆啊，成都包有女仆店，哪里都有吧？直视店不是到处都是，是吗？成都有吗？我不知道，这我不是了解，因为我其实对这种事情不太关心啊，就是只是要么就是听他们讲，因为我身边现在不是最近很长一段时间应该没有男，就是性取向爱好和本人都是男的。最近没有接触，对，最近没有接触，所以你问我也不知道，我一般这种东西都是听他们讲。有人在身边不疯，谢谢夏至的灯牌啊，谢谢宝宝。那些女仆店的女仆到了晚上就会成为那天重型乐队的乐手啊，很正常啊，打2份工吗？很正常。那你这么说，我
平时还是个主播呢，到了周末就变成地上娃娃了呢，一样的。你试试改名字，14号了吗？去吧，改了名字记得让我第一个知道你改成叫什么了。又单推了，天天在单推，谢谢天青色灯牌。啊，讲话好累啊，真的好累啊！怎会如此啊，家人们！谢谢杠 S 的灯牌啊！啥叫地上娃娃？就是地下偶像。但是主播和队友都是人气甜妹，不一样吧？我觉得不一样。我有问过，因为其实也有，那就是我队友那边的粉丝，然后问就是来看过我直播，或者是待在我直播间的也有嘛。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会不会觉得就是，没有什么区别？然后他们说没有啊，他们觉得就是还挺有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就不但不是反差吧，但是感觉是不一样的。单车把我废了，不能改啊！中午12点，行吧？那我不是第一个知道的。好的，你也废了。那来吧，那你用单车把我推进沟里吧，可以。说明你没正经看过线下，你有正经看过啊？常州的那一次，我跟你讲，那去过常州的，我跟你们说赚大发了。那真的是唯一一次。虽然我们之后可能还是会有，就是可能还是会有这种活动，但是永远不可能再是那一次那个样子了。现在队友现在还没看过了，没事的，总会去到北京的，放心吧。都去广州了，北京还会远吗？常州怎么啦？没有，我在说常州上一次的那个线下活动，就是唯一一次，去年啊，是前年啦，啊，都不对吧？去年、前年啊，都前年了，我天哪！那你不是拒绝我，然后我说就是要单推我吗？我就不按套路行事，就不按套路出牌啊！我就不按套路出牌啊！怎么了？我天呐，都前年了，你今年才过去14天，还不太习惯说前年啊，家人们。谢谢针织棒的灯牌啊，谢谢针织棒，不太习惯啊，目前还不是很习惯说前年。谢谢万能的浩总啊，谢谢宝宝的灯牌，确实不是很习惯，还说前年。天呐，时间过得真快啊。下播吃个维 C 泡腾片，缓缓。我应该下了播就马上去卸妆，然后躺上床了啊！不行，我拍立得还没画完啊，下播还得画拍立得。我跟你们说，这次数据切整的可好了，但是我数据切画完了，主题的还没画，主题的明天晚上可以改名了。三哥要改成什么？谢谢凡人哦，谢谢你的灯牌啊！别改了，你要不就叫这个吧，我又得念好久才能习惯啊！谢谢小马的小星星。速递鞋赶进度真的是，速递鞋我画完了，下播后一般能睡到第二天几点起？一般呢，普遍能睡到下午，但是最近不行，这两天不行，这两天有事情，这两天得排练。你不改，那你说明天晚上可以改名字了。谢谢鱼子酱的灯牌，你都这么说了，那就不是因为你要改名字吗？整个直播风格比以前舒服好多，那你看看我直播间的人呢，也不多呀。你说我要是换风格，你们都觉得很好的话，那我直播间的人岂不是应该很多才对？我没有 MCN 啊，我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未来不一定，但现在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一个人。谢谢鱼子酱的为爱发电。
说到这个一个人，我有点想起了另外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不能跟你们讲，因为我怕传到我讲的那个人身上去，就是到时候传着，而且传话会变味儿啊。算了，不讲。到时间了吗？好的，那我们就差不多准备下播啊，家人们。哎呀，我今天说话真的好费劲儿啊，就是真的好费劲儿。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这种感觉。什么时候连讲话都需要用劲儿了，真是服了。就是我要是不用这讲话，我现在讲话就是我现在这个样子的，我这样讲话就没有用劲儿，这样完全没用劲儿。啥故事反而更好奇了。下播就可以不讲话了。对，说的对，就是不好说，我没办法说这个东西，说出来就是对我怕传到那个人耳朵里面去不太好，而且真的传就是传着会变味儿啊！不讲，搞得好像一会儿对吧？咱们是主播啊，一会儿就是如果这种就是不能乱说话，你知道吧？就是可能我本来没什么意思，我只是想分享一个故事，然后呢，可能对方就会觉得你怎么就是把我的事情你就这么说出来啊？怎么样呢？不太好。你要说我说我的朋友们，那倒是无所谓啊，大家对吧？都不知道是谁，也对号不了，入座不了。但这事儿一出来吧，可能就对号入座了。身体有炎症，干啥都累，对，是有点。我现在就是，今天本来心也挺累的，医院怎么还没给我发消息啊？他第二次拍片什么时候拍啊？我还没拍啊，没发消息。不说。好长时间没看到我拉长脸图了，啥意思啊？啥叫拉长脸图啊？我已超时2分钟。好的，我知道了，让我缓缓。你让我缓缓，我马一下，你让我缓缓，我不说话，你让我缓缓。今晚还播吗？希望我今天晚上能播得了，不一定了，这真不一定了，因为我得，因为今天晚上要去接猫，就是万一哈，我是说万一他要是比如说，可能有什么检查耽误了一下，然后我可能就回来不了，就是赶不上直播了。谢谢 Lucky 啊，谢谢宝宝的加油呀，谢谢宝宝，有可能会赶不上。谢谢卡夫卡我的呀，谢谢宝宝的为我闪耀。谢就对，真明天真不一定能赶得上。我就希望他啥事儿没有，然后明天快快乐乐回家就结束。那你现在看到了？点没点关注啊？没点关注点个关注，点了关注上个灯牌，你都看到了。今晚回来还要直播，来得及就播，来不及就不播了。就如果我回家，因为我现在带妆时间不能太长，因为我的皮肤最近状态不太好，就我明天可能只能排个样完，然后去接了猫回来再化。如果我到家已经10点的话，可能就来不及了，因为我化完妆整理好就差不多11点半了。我化妆加最快化妆加换衣服，就是整好一套直播的得1个半小时啊。就化好妆弄完都11点半了，就没必要播了。又吃了，对，又吃了，然后又去医院了。拜拜，家人们，我下播了。希望今天晚上能见吧。今天晚上要是见不了，反正我星期四、星期五肯定能播，因为星期四、星期五不排练了，明天最后一次排练了。拜拜了，大家，我先下播了，我去养嗓子了。我得保证我的嗓子在星期五之前好啊，不然我周六唱歌怎么办？本来我就要唱破音，然后我在这嗓子不好，完蛋了。晚安啊，拜拜大家，晚安，拜拜，大家也早点休息啊，我下喽，拜拜。
晚安晚安，早点休息。